婆婆嫌弃我生了女儿，要把刚满月的小侄子过继给我家，说给我们养老送终。一向疼女儿的老公竟然也点头。女儿再亲，以后总归是要嫁人。大侄子抢过女儿手里的玩具，威胁道：“敢跟我抢玩具，将来等你妈妈死了，等我弟继承了你家财产，就把你赶出去，嫁人了也不给你撑腰。”女儿让出玩具，哭得撕心裂肺，喊着妈妈不要死，妈妈别不要她。后来我让他们哭都哭不出来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晚饭的时候，丈夫李超小心翼翼地看着我，和我商量：“老婆，妈想要小侄子的满月宴在咱家办，说我家别墅面积大宽敞，也方便一些。你看呢？我是家中独生女，家庭条件还算不错，和李超是自由恋爱。从谈恋爱开始的这些年来，他对我算得上是百依百顺，各种讨好。所以我爸妈对他的家庭条件虽然不太满意，但是看在李超学历不错，长得帅气的份儿上，明知道李超的家庭不能为我们提供多少助力，也还是答应了。我看着李超有点讨好的表情，虽然不是很理解老大家生孩子，满月宴为什么要在我家办，但是为了李超的面子，还是点了点头答应了。没问题，不过我丑话说在前头，办完满月宴以后，他们就得回家，不能打扰了咱们家的生活。我深知我那个好婆婆是个什么秉性，所以提前叮嘱李超。李超见我答应了，连连点头，没问题，老婆你真好。第二天，我公婆就带着一大家子到了我家。好在我家是别墅，客房还算多，因此还算住得开。而婆婆住下来以后，就指着家里的育儿嫂和保姆，不高兴地看着我：“孩子自己带才放心，你这个妈是怎么当的？”妯娌也是赞同的点头：“弟妹，妈这话在理。电视上不是经常爆出来保姆私下虐待雇主家孩子的吗？你就算是找保姆，也该找个知根知底的，才能放心不是？”一边的育儿嫂听了，脸色难看起来。我看她一眼，示意她把宝宝抱走，然后淡淡的朝婆婆和妯娌说道：“这个你们就不用担心了，我爸妈现在已经退休了，我去上班的时候，他们会过来帮忙一起带孩子，不会发生那种事情的。”婆婆听了马上说道：“既然这样，干嘛不干脆让你们爸妈过来帮忙带孩子算了，还浪费钱请保姆做什么？还一次请2个，超子赚的钱再多也经不起这么挥霍呀。”我慢悠悠地喝了一杯水：“妈，这您就不用操心，请育儿嫂和保姆的钱都是花的我自己的工资。呵，要是我花的是李超的不过万工资，他以为他每个月还能收到李超的5000块孝敬钱。”但婆婆听了我的话，仍旧咄咄逼人，甚至翻了个白眼，露出了不屑的表情：“你的工资，你一个女人还能比我家超子赚得更多？”或许在全天底下的婆婆眼里，儿子总是比儿媳妇更牛逼的，不然的话，那么优秀的儿媳妇怎么会看上自己的儿子呢？这只能说明自己儿子更优秀了。不过我可不喜欢有人在我家对着我指手画脚，还嫌弃我乱花钱的。妈，李超没和你说过我年薪100万的吗？我一脸讶然地看着婆婆。婆婆听了却是一脸的不信：“就凭你年薪100万的，明明是我儿子。”恰在这时，李超下楼过来了，我朝他招了招手：“老公，你过来一下。”李超连忙快步朝我走来，一脸的温柔：“老婆，怎么了？妈说你年薪100万，老公，你该不会早就升职加薪了，但是却一直在瞒着我吧？
从我们结婚到现在，我可是从未问你伸手要过钱花的，你大可不必对我这样防备。我微笑着说道。李超听了我的话，脸上顿时露出一丝慌乱的神色。偏偏婆婆还在这时眼神得意又骄傲地看着她。超子，你的工资单呢？拿给她看看。一个女人还能比她儿子更优秀不成？我也在这时期待地看着李超，妯娌则是眼神发光，也盯着他。李超却在这时岔开话题：妈，您胡说什么呢？我哪有赚那么多钱？我要是那么有钱，早就给您和爸单独买套房了。你们刚到也该累了，房间都收拾好了，你们还是赶紧上楼去休息吧。然后又飞快地看着我：老婆，也辛苦你了，你也去休息一下吧。我去外面买一下明天满月宴要用的东西。说罢，赶紧地溜了。见状，我还有什么不明白的？我没想到李超在家人面前这么好面子，居然把我的100万年薪说成是他的。不过想想，男人本来就喜欢吹嘘，而且在父母面前报喜不报忧，也是为人子女常做的事情，便懒得计较了。只要李超做事不越过我的底线，这些小毛病都不算什么。晚上吃过晚饭后，李家人就拿着李超买回来的生日装饰品，开始在我家别墅客厅里装扮起来。别说，装饰的挺热闹喧哗的。李超更是尤其的上心，还叮嘱保姆第二天早上多买一些名贵的食材，好好庆祝第二天的满月宴。我只当时李超想热情地招待亲戚，所以保姆来告诉我第二天的买菜钱的预算严重超标的时候，直接又赚了一笔过去。男人嘛，没有不要面子的。既然李超想在父母亲人面前有面子，我们家的家庭条件也摆阔得起来，我也乐得给李超做脸。但我没想到的是，李超还专门请了摄影师来跟拍第二天的满月宴。老婆，我爸妈年纪都大了，我又不能常回家尽孝，现在好不容易趁着小侄子满月宴的机会，让我们一大家子有机会团聚一下。我也想趁这个机会把这个热闹好好的记录下来，以后他们不在了也有个念想。李超一副伤感的表情朝我说：我自然没有不答应的，你说的对，是该好好的记录一下。我点了点头。李超见我答应了，更感激地看着我：老婆，娶到你真是我的福气。我娇嗔地瞪了他一眼：你知道就好。要知道，我和李超结婚快7年，我是从未要过他1分钱，他的工资基本都是他自己管着，我也从不过问他的工资怎么花的。他说他妈养大他不容易，他不能在身边尽孝，想每个月要给他妈5000块养老钱。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他说大哥这几年没赚到什么钱，想借他一笔应急。我也没说什么，左右我也不靠李超养家过活，所以只要他对我和女儿好，别的我都懒得管那么多。我自认老婆做到我这份上的也是少有的了，但我怎么也没有想到的是，我眼里温柔又老实的老公居然还有另一副面孔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婆婆就起来了，然后去厨房指挥保姆做这做那的，就怕耽误了今天的满月宴。按照及时和他们老家的习俗搞完了一系列仪式后，婆婆突然看着我和李超说道：超子，你和你媳妇没有儿子，你大哥家除了小宝还有2个儿子呢，趁着今天的满月宴，妈就做主把小宝过继给你们了，将来你们100年之后也好有人养老送终。小宝现在刚满月，还没有对亲爹妈的记忆，你们也不用担心将来养不熟，这事儿你大哥大嫂都没意见，你呢？听到婆婆的话，李超连看都没有看我一眼，就有些激动的点头：妈，我当然没意见，
谢谢您。见李超一口答应下来，我不由得心中一沉，有些意外地看着他，然后直接朝婆婆断然否决道：“我不同意。倘若这孩子没有爸妈，我们收养一下也算全了兄弟妯娌的情分。但是他父母俱在，我和李超也有自己的孩子，为什么要过继一个孩子过来？我也没有那个精力替别人养孩子。”李超听了我的话，脸上却是露出了恳求的神色，看得心中愈发发凉。婆婆却已是在这时直接朝我对脸开吵起来：“一个小丫头片子而已，算什么孩子？没有儿子，将来老幺这偌大的家产谁来继承？难道要白白便宜了外人吗？过继不过继，今天可由不得你不答应，谁让你生不出儿子来呢？”公公也在这时板着脸连连点头：“是这个理儿，老二媳妇没有儿子，将来谁给你们养老送终、披麻戴孝？等你们死了，逢年过节的，那女儿能回祖坟给你们烧纸钱吗？你就听你妈的，把小宝过继过去，这样你们小两口老了也有个依靠。”听到公婆的话，我气得差点没冷笑出声。我都没想过老了以后让我女儿给我养老，还会指望别人的儿子给我养老。然后我直接看向了大嫂：“大哥大嫂，小宝可是你们的亲骨肉，你们当真舍得把他给我养？”大嫂的脸上犹豫了一下，但大哥却是毫不犹豫地说道：“有什么不舍得的？这孩子到你家来是享福的，又不是受罪的。再说了，3个儿子我们也实在养不起了。”大嫂也在这时点了点头：“是啊，弟妹，你放心，这孩子过继给你以后，我们是绝对不会过来打扰他的，保证把我们是他亲爹妈的事情瞒得死死的，不叫他知道不该知道的。”李超，那你呢？你也想收养这个孩子？我最后看向了丈夫李超，李超眼神闪躲着，不敢看我，嘴上却是说着：“老婆，我觉得妈说的挺有道理的，你不是正好不想生2胎的吗？女儿不是不好，只是将来到底要嫁出去，是个外人，咱们俩以后还是得靠儿子养老的。”我听了李超的话，只觉得一阵讽刺，难怪女儿出生以后，我总觉得李超情绪不高。他当时还解释说是刚当爸爸不习惯，再加上后来他确实是换尿布、喂奶粉都做得很熟练，所以我就没再多想。现在想想，他虽然接受了大学教育，可重男轻女的思想其实从未改变过，只是以前一直在我面前隐瞒得很深罢了。就在我准备再次拒绝的时候，大侄子突然猛地一把将我女儿推倒在地，然后抢走了她手里的玩具车给我，随后叉腰得意地看着我女儿猛然的表情，大笑起来：“奶说了，你个赔钱货，早晚要嫁人的，到时候你家里的东西就全是我家的了。”那一副理所当然的表情，显然是平时听惯了这样的言论，不然他一个6岁的孩子，如何能连表情都学得那么像？我抬头看了一眼婆婆他们，只见他们此时一脸的尴尬，大嫂则是在这时连忙找补：“小孩子家家不懂事，乱说了，弟妹你不要放在心上，回去我就教训他。”我没搭理他，快步上前，抱起委屈的快要流泪的女儿，轻轻地拍打她的后背。等女儿搂着我的脖子忍下眼泪后，我才抱着她蹲下来，微笑着看向大侄子，隐去心里的冷意：“你奶是骗你的，我家的东西将来都是我女儿的嫁妆，是要带去她未来老公家里的，和你家没有1毛钱的关系。”大侄子听了我的话愣了愣，小小的脑子显然转得不是很灵活，不过很快他就对我说：“不可能，我弟弟要过继给你了，你家的东西将来都要留给我弟弟的，我弟弟的就是我的。”听到大侄子的话，
我再不明白他们一家子是什么用心，我就是蠢猪了。冷冷地看了一眼鹌鹑似的低头的李超，我继续朝大侄子摇头，我可没答应要过继你弟弟，他父母双全，有爷有奶，怎么也轮不到我来抚养的。大侄子顿时瞳孔地震，脸色发白，下一刻他炮弹似的对着婆婆就冲了过去。你个死老太婆，你敢骗我？你不是说小叔家里的大别墅早晚是我的吗？你骗我！一边吼着，一边对着婆婆的腿就狠狠地踹了过去，双手则是拿着手里的小汽车，不断地朝婆婆身上砸下去。婆婆没有防备，被他打得一个踉跄，好在公公及时扶住了她。大哥大嫂连忙把大侄子拉开，婆婆才少挨了几下。我看着眼前的闹剧，抱起女儿，直接冷冷地看着他们一家。我有自己的孩子，是不可能替你们养儿子的。还有家里的别墅车子，全都是我的婚前财产，就算我和李超离婚，他也别想分到这些。现在请你们离开我家，我家不欢迎觊觎我的家产的人进门。1个小时内没离开的话，别怪我找物业过来请你们了。而李超听到我提到离婚2个字，顿时慌了起来，他赶忙上前抓住我的胳膊，一脸哀求地看着我：老婆，不过继就不过继，你别生气，是我错了，我不想离婚。离了婚，他到哪里找一个年薪这么高，还不管他私房钱，有车有房的女人啊？我看着李超脸上惊慌的表情，冷漠地摇了摇头。李超，晚了，从你连同你的家人一起算计我开始，我们就再也回不去了。明天早上8点，民政局见吧。我是喜欢李超不假，但是我妈从小就教育我，再喜欢男人也不能越过了自己去，更何况现在我还有了女儿。现在在我心里，女儿才是排在第1位的。他们看不上我的女儿，想算计走属于我女儿的一切，做梦。而李超见我铁了心要离婚，竟然直接扑通一声给我跪下了。老婆，我知道错了，求你别离开我，我只是一时鬼迷心窍，担心以后女儿嫁人了，我们2个没有儿子养老依靠，我才答应了妈的主意的。既然你不同意，那我不过继就是了，你别和我离婚啊！李超痛哭流涕地抓着我的裙摆，女儿还小，她不能没有爸爸呀。公婆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，李超在我面前会这么卑微，居然给我一个不值钱的女人跪下，求我不要和他离婚。一时间，公婆2人的脸色变得相当难看起来。婆婆直接上前去拉李超的胳膊：超子，你给我起来！你一个大男人，怎么能给一个女人跪下？公公也是一脸的恨铁不成钢。超子这样子像什么话？男儿膝下有黄金，跪天跪地跪父母，你怎么能跪你婆娘？不就是一个女人吗？她没能给你生个儿子，让你绝了后，你没主动和她离婚，那都是有情有义了。她居然还敢和你离婚？女人离了婚就不值钱了，她就是吓唬吓唬你的。听爸的，快起来！然而李超却是一把推开了公婆：爸妈，我求你们了，别捣乱了好吗？要不是你们非要把大哥的儿子过继给我们，孙兰至于要和我离婚？真要离了婚，不值钱的不是他，是我呀。他年薪100万不说，这栋别墅价值8000万，车子开的也是500万的大 G， 这些你们能给我吗？要不是孙兰大方不计较，从不要我的工资，你们以为我每个月能给你们5000块养老钱吗？我求你们了，别来祸害我了好吗？说完又一脸祈求地看着我：老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只要你不和我离婚，我可以和他们断绝关系，以后再也不来往了。你看这样可以吗？李超的话落下后，公婆他们都惊呆了，既震惊于我的身价，
又震惊于李超对他们的态度。超子，你疯了？你为了一个女人，连爹妈都不要了吗？我看着李超这副能屈能伸，为了挽留我连父母都可以不认的样子，却只觉得脊背发凉。同床共枕近10年，我自以为我对李超还算了解，和他谈恋爱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他不是什么特别有能力的男人，所以将来想要完全的依靠他是很难的。但是我却恰好相反，是个事业心比较重的女人，哪怕是怀孕的时候，我也坚持上班，直到分娩前1周才请了假。女儿满月断奶后，我直接请了育儿嫂，再加上有我父母帮忙看孩子，便迅速重返岗位。我对李超从未有过太大的指望，我对他唯一的要求就是温柔贴心，知心知意。但今天我才发现，这个男人心狠起来，竟是连亲生父母都可以抛弃。如果他的父母虐待过他，对他很不好，他这样做我是可以理解的。可是他的父母并不曾有待他不好过，不然李超也不会结了婚以后就提出每个月给5000块的孝敬钱来。但现在为了挽留我，或者说为了挽留他想要的大别墅和车子，他竟然连父母都能够舍弃。一个连亲生父母都可以轻易舍弃的人，将来遇到别的情况舍弃妻女也不是什么稀奇事儿。一手抱着女儿，一手扯走自己的裙摆，我突然不敢在这一刻太过决绝了，因为我不知道一旦彻底的激怒了李超，他会做出什么事情来。于是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一副很疲倦无奈的样子看着他。你让我再好好想想吧，我们都冷静一下，免得做出让自己后悔的决定来。李超见我离婚的态度不那么坚决了，这才松开了我的裙摆。好，老婆你慢慢想，不要急，你相信我，我的心里是只有你的，我离不开你和女儿的。李超看了我一眼，然后又眼巴巴地看着女儿。宝贝，我这就让爷爷奶奶他们离开好不好？你也舍不得离开爸爸，对不对？女儿犹豫了一下，才4岁的小孩，虽然不懂刚才的复杂情况，却已然从大侄子对他的态度看出来公婆他们的恶意。但李超平时对待女儿到底是态度温柔可亲，于是女儿就朝李超说道：爸爸，我不喜欢哥哥，我不想让他们待在我家，哥哥总是欺负我。呜呜。李超见女儿这样说，立刻点头：爸爸这就赶走他们，你和妈妈先去姥姥家玩一会儿，等会儿我去接你们好不好？女儿乖乖地点了点头，我也朝李超点了点头，然后抱着女儿就快步离开，去我妈那里了。至于我离开以后，李超是怎么把李家人赶走的，就和我没有关系了。我妈见我这个时候带孩子回家，不禁有些奇怪：兰兰，不是说今天是你小侄子的满月宴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我将女儿递给我妈，有些无语的将满月宴上发生的事情告诉了爸妈。我爸妈听了以后都炸了，我爸差点都犯了心脏病，没想过李超家里会这样的无耻。好啊，他们这不是打着吃绝户的主意吗？你有女儿，还需要侄儿以后养老，搞笑。亏我以为李超虽然本事不大，但是胜在对你贴心老实，没想到他居然是这种人，果然是知人知面不知心。兰兰，这个婚你必须得离了，否则的话，我不敢想他以后为了谋夺你的家产，会做出什么可怕的事情来。我妈这时脸色铁青地朝我说道：要知道现在社会上的杀妻案可不少，甚至很多男人把老婆给杀了以后都不用被判死刑的，释放出来以后靠着老婆的财产照样再娶一个。万一李超丧心病狂，也做出杀妻的恨事儿来呢？他们只有兰兰一个女儿，
可承受不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。而且女儿要是没了，他名下的那些东西，到时候也都要便宜了李超那个家伙。我爸也在这时语重心长地朝我说：“兰兰，这个时候你可千万不要感情用事啊！李超的真面目已经暴露了，他绝不是良配。都怪爸以前眼神不好，没有看出来他还有这样的心思。”我看着我爸愧疚的模样，连忙安慰他：“爸，你这说的什么话？和你有什么关系？是我自己执意和他在一起的，你们也不过是顺着我而已。你们放心，我当时就和他提了离婚，但是李超都跪下来求我了，我怕他对我做出什么极端的事情来，所以才忍了一时，说再考虑看看。见我还是拎得清的，我爸妈这才放心。你心里有数就好，这段时间你先不要回去了，那套房子回头等你们离婚了，我挂到中介那里去卖掉，咱们再买一套新的，省得李超家人以后找过去。”我爸这时说道。我点了点头，以我那个好婆婆的性子，还真有可能时候去我家闹腾。随后我用手机打开了家里的监控，然后就见我婆婆在客厅里呼天抢地地拍大腿，骂李超不孝顺、没良心，骂我生不出儿子，还不许他儿子过继一个后人。李超显然是舍不得我为他提供的优渥生活，铁青着脸上前吼他妈：“妈，您能不能消停点？要是孙兰真的和我离婚了，你以为我每个月还能给你5000块钱吗？我5毛钱都拿不出来的。”婆婆听了一脸震惊地看着她，又不甘心地说：“我是你妈，你敢不孝敬我？你有了媳妇忘了娘啊？妈，你平时也挺精明一个人，这个时候怎么就想不通呢？我和孙兰继续在一起，你们才能得到好处。要是我们离婚了，我连自己都裹不住，更别说帮你们了。我在孙兰面前说和你们断绝关系，只是为了哄住她而已。你怎么就蠢到当真了？”婆婆这才喜笑颜开：“我就知道你最孝顺了，不可能不认妈的。妈以前最疼的就是你了。”大哥则是在这时眼珠一转，朝李超说道：“老弟，不是我说你，你在你媳妇面前实在是太没有尊严了。这女人嘛，3天不打上房揭瓦，她敢不听你的话，你不会揍她吗？看看你大嫂，我说一她不敢说二，我让她往东她绝不敢往西，让她打狗她绝不敢骂鸡。你在家里还是太没有地位了，不然她敢当众反驳你的意见，给你没脸。”李超对着大哥翻了个白眼：“你以为孙兰是大嫂好拿捏，能忍着你？我敢动手，她就敢报警，直接和我离婚。也就大嫂这种手心朝上的女人，才会对家暴没法子，只能忍着受着。孙兰可不是那种会忍着的女人，那你直接弄死她不就得了？她不是独生女吗？她要是意外死了，这偌大的家产不就全是你的了？”大哥这时说道。听到这话，李超连忙看向了摄像头，然后上前就朝路由器走去，把网断掉。“你疯了？我家里有监控的。”李超的话刚落下，网络断掉，黑屏了。看着黑下来的监控，我只觉得后背发凉。没想到李家人居然还真的在打着弄死我好继承我的家产的主意。不过好在我刚才一边看一边录视频，就算李超把刚才的那一段删除了也没用。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我立刻打电话给我的律师朋友，委托他我的离婚事宜。朋友看了我发给他的视频录像，十分庆幸地朝我说：“孙兰，还好你发现了他们一家的真实嘴脸，不然你还真的要危险了。我办过许多类似的案子，男人狠起来的时候，可比女人要可怕得多。我知道，接下来就拜托你了，只要能够顺利离婚，我不介意给他一点好处。
我实在是不想和李超这种人再纠缠下去。再者就是，我也担心把他逼到绝境的话，他会对女儿出手。晚上，李超给我打来了电话，问我要回去吗？他已经把公婆等人都赶走了。李超，我仔细想了想，咱们还是好聚好散吧。我会给你100万，女儿归我，也许不要你每年给抚养费。如果你不答应的话，那就法庭见。李超听了我的话，立刻再次语气可怜无比地求我：老婆，你还是不肯原谅我吗？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们要是离婚了，宝宝就没有爸爸了。我承认这次的事情是我做的不对，但是你不能因为我这一次的错误，就否认了我这么多年的好啊！我真的很爱你，我不能没有你的。听着李超可怜兮兮的话，我的心里没有心疼心软，只有浓浓的戒备和嫌恶。都这个时候了，还在和我演戏。李超，你不是想要儿子吗？和我离婚再娶，你可以想生几个就生几个，反正你也不稀罕女儿。老婆，我没有。如果我真的不喜欢女儿，我就不会亲手照顾女儿好几年了。你再相信我一次好吗？李超连声哀求：抱歉，我对你已经相信不起来了。如果你执意不肯离婚的话，那就等着对簿公堂吧。肯给你100万，都是我看在我们过去的情分上了。我们家这几年是什么情况，你自己心里有数。如果真的要打官司，你可能连100万都分不到。我是不可能拿自己的性命和财产去考验李超的良心的。给李超100万，吃亏的似乎还是我，但是在经济条件允许的范围内，花点钱，以最快的速度远离烂人，停止内耗，对我来说才是最重要的事情。如果你答应的话，明早8点，我们民政局见。说完，我直接挂了电话。李超此时是什么表情，我已经不在乎了。挂了电话以后，见女儿抱着小熊就在身后等着我，我愣了一下，然后走过去蹲在她面前：宝贝，你都听到了。女儿点了点头，含着眼泪看着我：妈妈，你要和爸爸离婚吗？那我以后就没有爸爸了。爸爸和妈妈只是分开了，不住在一起了而已，但是我们永远都是你的爸爸妈妈。你也不想将来有人因为你是女孩就抢属于你的东西，对不对？我抱紧女儿，女儿瞬间握紧了拳头。不想，我讨厌哥哥抢我的玩具。女儿大声地说道，而且哥哥还说我要是敢不把玩具给他的话，将来等妈妈死了，等她继承了我家的一切，就把我赶出去。我嫁人了也不给我撑腰。4岁的女儿早已经懂话了，也看出来了大侄子对她的恶意。我没想到大侄子私底下还对女儿说过这样的话来。宝贝，别害怕，那都是他胡说八道的。妈妈的一切将来都是要给你继承的，你也用不着他给你撑腰。只要妈妈在一天，就不会让人欺负你。我坚定地安慰女儿，心里愤怒又心疼。女儿这才渐渐止了哭泣。凌晨2点钟，我收到了李超的短信，他答应了离婚。见状，我松了一口气。第2天，在律师朋友的陪同下，一起去了民政局，各自签了离婚协议，然后领了离婚证。兰兰，做不成夫妻，我们还可以做朋友吗？李超恳求地看着我，一副对我余情未了的表情。当然，我笑了笑。李超松了一口气，但我回去后就向公司申请了外派，然后带着女儿去了国外。半个月后，我刚在国外安顿好，公司的同事就告诉我，我离开后没多久，我的公婆就带着一大群人到我们公司门口去闹事，骂我生不出儿子，还不让他儿子过继侄子养老送终，骂我那么有钱，离婚的时候居然只给他儿子100万，房子车子没有平分。不过我所在的公司大楼的安保
也不是吃素的，他们都没有能进去大楼广场，就被安保当成闹事的给送去了公安局。我嘲讽的一笑，挂了电话后，看着女儿安静可爱的睡颜，无比的庆幸自己选择了离婚。到了国外，而不到1年，我就收到了李超再婚的消息。男人所谓的深情，也不过如此。不过这些都与我无关了。往后余生，我只想和女儿还有父母一起好好的过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